一对精英夫妇在回家的路上不幸遭遇袭击，案发现场没有留下任何证据，警方也无法确定犯罪动机，这导致案件的调查很快遇到问题。历经1年多的不懈努力，警方终于发现了潜在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和阴暗的计划逐渐浮出水面。令人意外的是，幕后的策划者竟然是一个谁也想不到的人。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比奇。该市位于加州西南部毗邻尔湾市，人口大约19万人，隶属于奥兰治县，是一个著名的冲浪圣地。主人公肯尼斯和卡罗琳是一对重新组合的夫妻。肯尼斯比卡罗琳大13岁，他们都是在各自领域有所成就的精英人士。肯尼斯出生于1942年2月15日，他曾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麻醉师，后来辞职创办了几家私人诊所，成为了一名企业家。卡罗琳出生于1955年11月19日，她来自密西根州，毕业于南方视光学院，是一位优秀的验光师。两人相识于1980年，结婚在1985年。婚后他们一直居住在波光粼粼的亨廷顿比奇，生活十分富足。据朋友描述，卡罗琳在这段婚姻中非常迁就丈夫肯尼斯，因为她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对待这段感情非常珍惜。每当和朋友们聊起家庭生活，卡罗琳总是会说她和丈夫的感情很好，生活非常幸福。但实际上他们的夫妻关系从几年前开始就已经出现问题，起因是肯尼斯不再对卡罗琳感兴趣，他们已经没有了夫妻生活。不过即便如此，卡罗琳也没有对外透露过，她是个性格要强的人，不想被别人看笑话，所以一直在想办法维持这段婚姻。然而一味的忍让并没有改变现状，反而让她的丈夫肯尼斯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肯尼斯开始放纵自己，乱搞男女关系，很快就与一名叫安娜的女子发展成了情人。安娜是肯尼斯的员工，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她被描述为是个性格开放的女性，善于利用自己的魅力获取所需。在两人交往期间，安娜给予了肯尼斯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而作为回报，肯尼斯也为安娜提供了大量经济支持。他给安娜租了一套宽敞的公寓，还赠送了2辆豪华轿车。除了平时的生活开销，甚至连安娜孩子的抚养费用，肯尼斯也都揽在了自己身上。卡罗琳得知后，尽管感到非常气愤，但她仍然希望维持这段婚姻，主要原因还是第一次失败婚姻给她造成的心理伤害。事后卡罗琳没有和肯尼斯争吵，而是选择了默默忍受。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慢慢改变肯尼斯的态度。一段时间后，卡罗琳等到了表现的机会。肯尼斯在57岁那年因患上冠心病做了心脏搭桥手术，那段时间一直是卡罗琳在照顾肯尼斯。原本卡罗琳以为通过这件事情能够让肯尼斯回心转意，但没想到肯尼斯在康复后仍然没有中断与安娜的不正当关系，这使得卡罗琳彻底绝望了。不久后，卡罗琳和肯尼斯进行了一次坦诚的谈话，表示如果不能好好生活，就要结束婚姻。这次谈话似乎起到了作用，肯尼斯承诺会做出改变。为了缓和两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尼斯特意在卡罗琳44岁生日那天预定了一家高档餐厅为她庆生。然而这个生日却不幸成为了两人的厄运之日。庆生结束后，他们就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可怕的事情。1999年11月19日晚上10点左右，一位巡警在例行巡逻任务时，在一条偏僻的公路旁发现了一辆可疑汽车。这辆车没有熄火，车灯也是亮的，副驾驶一侧的车门还被打开了。出于职业原因，巡警上前检查了车辆，结果在车厢里发现了2名满身是血的中年男女，他们均遭遇了致命枪击，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巡警见状立即向总部呼叫支援，几分钟后，刑事调查人员抵达现场。根据驾照信息显示，男性死者为57岁的肯尼斯，他死在了主驾驶位置，身上还系着安全带，似乎在遭遇枪击时没有任何反抗。而女性死者则是他的妻子44岁的卡罗琳，她同样遭遇了类似的枪击，但有所不同的是，卡罗琳的2条腿已经探出车外，
一只鞋子掉在了汽车后门位置，这表明他在遭遇危险时曾尝试过逃跑，但很快又被逼进了汽车里。由于两人在遇害前的反应截然不同，警方最初怀疑这对夫妻可能在回家的路上发生争执，从而引发了这起悲剧。但经过进一步勘查，他们很快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因为案发现场没有找到作案枪支，而且还在副驾驶一侧的地上发现了几枚.357口径的手枪子弹。这类子弹属于左轮手枪的专属弹药，发现弹壳说明行凶者在完成第一轮射击后有过换弹动作。如果肯尼斯因矛盾射杀了妻子后又开枪自行了结，现场不可能没有作案枪支，而弹壳也不会掉落在副驾驶一侧的地上。此外，夫妇二人的钱包和佩戴的贵重手表都没有丢失，这进一步排除了两人遭遇抢劫的可能性。由于案发现场缺乏可以确定凶手身份和作案动机的证据，警方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展开调查。案发第二天，警方调取了夫妇二人的手机通讯记录，以了解潜在线索。很快，他们发现肯尼斯在案发这天与安娜进行了10几次通话。当时警方并不知道两人的关系，所以在第一次问话时，他们只是了解了两人通话的原因。安娜告诉警方，肯尼斯是她的前老板，也是很好的朋友。大概在2天前，肯尼斯帮他维修了一台电脑，他们频繁打电话，只是在沟通电脑的维修进展，与本案无关。这次问话结束后不久，警方通过肯尼斯的同事很快得知了两人的真实关系。他们认为婚外情可能是潜在的犯罪动机，于是又对安娜进行了第二次询问。这次安娜承认了两人的不正当关系，表示第一次没有坦白，只是害怕惹上麻烦。安娜告诉警方，她和肯尼斯的地下恋情大约维持了几年时间，但在1个月前他们就已经和平分手。现在她和肯尼斯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不再有亲密行为。当警方尝试继续追问细节时，安娜明确回答说，她已经告知了所有事情，关于其他问题她并不知情。尽管警方对此表示怀疑，但当时他们还未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在问话结束后就让安娜离开了。接下来的几天里，警方陆续调查了其他几位嫌疑人，但一直没有找到可跟进的线索。就在一筹莫展时，他们突然接到了一通举报电话，来电者名叫理查德，他是一名前帮派成员，也是肯尼斯家的长期维修工。理查德告诉警方，肯尼斯在案发前不久曾提出过以$75,000作为报酬，让他帮忙杀死卡罗琳的想法。当时他认为肯尼斯肯定是在开玩笑，所以也就没有当真。但现在看来，肯尼斯很可能雇佣其他人犯下了这起谋杀案。警方对理查德的说法半信半疑，因为肯尼斯也是受害者，本案的性质与孤凶作案完全不同。不过考虑到已经没有了其他调查方向，他们还是跟进了这一线索。通过查询肯尼斯的银行交易记录，警方确实发现了几笔可疑的大额支出。肯尼斯在案发前几天分别从银行取走了大约3万美元现金，这笔钱的去向不明，并且金额也足够雇佣杀手。此时警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肯尼斯确实雇佣杀手杀死了卡罗琳，但不知道中途发生了什么事情，杀手又开枪打死了肯尼斯。然而这一假设遭到了警局高层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本案与孤凶作案完全不同，继续调查只会浪费有限的办案经费，于是将负责本案的警探调到了其他岗位，这起案件也随之成为了无人处理的冷案。2000年10月11日，案发近1年后，本案在受害家属的强烈要求下重新启动调查。这起案件由2名经验丰富的警探负责处理。通过查阅当年的办案材料，警方很快发现了其中的疑点。当时安娜曾经说过，她在案发那天与肯尼斯多次通话，只是为了沟通电脑的维修问题。但警方认为，这种短时间内高频率的通话行为更像是在商量某些事情，而且肯尼斯和安娜还有过不正当关系，这让他们更加相信安娜可能与这起案件有关。于是时隔近1年后，警方再次询问了安娜。然而安娜还是坚持一开始的说法，坚称与本案没有关系。为了证明这一点，安娜透露了一件事情，她和肯尼斯在分手前已经达成协议，肯尼斯会继续提供经济支持，所以她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杀害肯尼斯和卡罗琳。由于安娜始终没有松口，也没有提供其他线索，
于是警方决定换个方式，从安娜的身边人那里了解情况。问话结束后，警方以保护安全为由，将安娜送到了家中。当时安娜的前夫格雷格正好就在门外，借此机会，他们现场询问了格雷格。警方在谈话中使用了一个常用的技巧，首先表达了安娜是本案的嫌疑人，然后又暗示格雷格也即将成为调查重点。警方的目的主要是测试格雷格的反应，一方面可以判断他是否与本案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格雷格说实话。没想到格雷格的反应比较强烈，他为了洗脱嫌疑，很快交代了一些警方不知道的事情。格雷格表示，安娜在和肯尼斯交往期间，还与一名叫托尼的男子保持着男女关系。托尼是安娜所住公寓的勤杂工，他的性格非常暴躁，常常发表一些暴力言论。如果安娜与这起案件有关，托尼肯定就是帮凶。得到这个线索后，警方立即调查了安娜的新男友托尼。据调查结果，托尼本名丹尼斯，托尼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他行走江湖的昵称，并不是真实姓名。丹尼斯有过一长串暴力犯罪史，与本案的凶手特征非常相似。此外，警方还得到了安娜邻居提供的线索，丹尼斯和安娜在案发后的消费水平大幅增长，他们花费了上万美元购买了一些奢侈品，但以他们的经济实力不可能买得起这些东西，因此警方怀疑两人购买奢侈品的资金可能来自肯尼斯支付的谋杀费用。然而当警方准备找丹尼斯问话时，丹尼斯已经不知所踪。由于没有任何关于他去向的线索，警方只好再次询问了安娜。这次谈话，安娜充分运用了自己的街头智慧，全程都是带着哭腔回答问题。她还是坚称与本案没有关系，也表示不知道丹尼斯的去向。不过警方并不相信这种说辞，他们设法说服安娜进行了测谎。结果表明，安娜在关于是否知道凶手身份和丹尼斯的问题上情绪出现了波动，这表明她没有说实话。为了防止安娜和丹尼斯一样畏罪潜逃，警方以不相干的交通违规罪名将她暂时拘留。接下来警方动用了一切资源调查丹尼斯的去向。大约过了1周后，他们得到了弗吉尼亚州执法部门的消息，原来丹尼斯在前不久因持枪抢劫被关进了当地监狱。得知这一线索后，警方立即前往弗吉尼亚审问了丹尼斯。然而丹尼斯和安娜一样，打算死扛到底，坚持不愿承认罪行。面对这种情况，警方采取了一个非常规的策略，他们把突破重点放在了安娜前夫格雷格身上。警方故意告诉格雷格，他们已经找到了丹尼斯，并且告知了线索来源。不过丹尼斯不愿承认犯罪，没有办法将他逮捕，所以提醒格雷格要在这段时间注意他和家人的人身安全，避免遭到丹尼斯的报复。警方采取这种做法主要是为了给格雷格制造压力，他们计划通过格雷格的劝说达到让安娜认罪的目的。虽然这个办法有些不光彩，但确实非常有效。没过多久，格雷格就给身在拘留所的安娜打了电话。安娜得知后，出于孩子们的安全考虑，主动联系警方，交代了案情真相。根据安娜的陈述，肯尼斯和卡罗琳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之所以还能继续维持，主要是肯尼斯不愿支付离婚产生的费用，而且卡罗琳也不愿结束这段婚姻。最开始卡罗琳默许肯尼斯在外偷情，两人还能勉强在一起生活，但后来卡罗琳改变了想法，要求肯尼斯断绝一切不正当关系，否则就要离婚。肯尼斯为了自己的财产考虑，假装答应了，但实际上从那时起，他就已经产生了杀死卡罗琳的想法。肯尼斯首先联系了有过犯罪经历的维修工理查德，但理查德已经金盆洗手，不再从事犯罪活动，所以他遭到了拒绝。不久后，肯尼斯又找到了情人安娜，打算让安娜帮忙联系杀手。安娜当时也拒绝了肯尼斯，因为她不想惹上麻烦。但后来在一次聊天中，安娜无意间与新男友丹尼斯提起了这件事情，这引起了丹尼斯的极大兴趣。丹尼斯是一个暴力犯罪分子，他可以为了钱做任何事，于是丹尼斯决定让安娜接下这单生意。安娜声称原本她不想参与，但由于受到了丹尼斯的威胁，才迫不得已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案发前几天，安娜带着新男友丹尼斯找到了旧情人肯尼斯，商定了作案计划。一切谈妥后，肯尼斯拿出了3万美元现金作为启动资金，并承诺事成之后还会再支付1万美元的尾款。
安娜和丹尼斯用这笔钱购买了一把左轮手枪和一些奢侈品，而剩下的大部分钱基本都落进了丹尼斯的口袋。1999年11月19日晚上9点左右，丹尼斯和安娜来到了事发公路附近预先埋伏。大约9点30分，肯尼斯驾车载着卡罗琳如约出现在了公路上。当汽车行驶到他们预定的路段后，肯尼斯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摇下车窗示意丹尼斯动手。丹尼斯迅速行动，从肯尼斯一侧的车窗位置朝着卡罗琳开了几枪。卡罗琳中枪后开始大喊大叫，他想让肯尼斯开车逃跑，但肯尼斯始终无动于衷。卡罗琳可能意识到了问题，随后强撑着推开车门逃到了车外。然而他刚来到汽车后侧，就被丹尼斯用枪胁迫回到了原来的位置。随后丹尼斯重新装填了手枪子弹，紧接着开枪结束了卡罗琳的生命。原本谋杀计划到此结束，但丹尼斯又临时起意，开枪打死了肯尼斯。安娜声称她对此并不知情，事后也曾问过丹尼斯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过丹尼斯没有过多解释，他只是说前妻已经拿到了足够多的钱，没有必要为了剩余的1万美元尾款留下隐患。但安娜认为丹尼斯这样做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他和肯尼斯旧情复燃，所以借着这个机会除掉了肯尼斯。警方认为安娜的大部分供述是真实的，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她可能没有说实话。不过警方也无法验证这一点，因为本案缺乏直接证据，而且作案凶器也已经被他们抛进大海，警方需要这份证词才能起诉安娜和丹尼斯。这次谈话结束后不久，安娜又在监狱里接受了一次媒体采访。她向记者讲述的犯罪经过与之前给警方提供的版本稍微有些出处，不过大致内容基本一致，都是避重就轻，把自己的责任降到最低。然而这次安娜打错了算盘，原本她计划利用媒体报道博取大众同情，但没想到意外起到了反作用。前面说过，警方使用了非常规的手段迫使安娜承认了罪行，但实际上这种方式存在争议。另外，安娜的律师还找到了警方在办案中存在的其他问题。综合各种原因，警方的证词被认定为无效，不能作为证据。这时安娜在监狱接受采访的录音就成为了关键证据。靠着这份录音以及其他证据，警方成功将安娜和丹尼斯送上法庭。2012年11月，案发3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安娜因双重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丹尼斯为了避免可能的死刑判决，也在审判前承认了罪行。2年后，他同样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2012年，服刑8年后，丹尼斯因癌症在监狱病逝，终年42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